我们到东京了，我们是昨天下午的时候到的，但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我们就去酒店简单休息了一下。今天我去弄了个头发，剪头发加烫头发，再加一个头皮护理是7990日币，服务态度超好，弄得也挺仔细的，这剪完还挺不一样的。早上好，我们今天来吉卜力三鹰美术馆。来的路上有一帮幼儿园的小朋友经过，他们还认出了我，有个小男孩指着我说 Kiki， 我就好开心。我们从吉卜力三鹰美术馆已经出来了。今天早上我们是10点第一波进去的，逛了2个半小时，真的好震撼。它里面是不能拍照的吗？我觉得这个非常对，因为你没有办法拍照，没有办法录像，你就可以全身心的沉浸在里面。有一个房间全都是吉卜力工作室，他们是怎么工作的，很多动画电影的手稿都会直接展现出来，非常非常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哆啦 A 梦博物馆。小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哆啦 A 梦了，那些漫画书还有动画，我不知道都看了多少遍了。我们今天早上是先坐地铁，再转电车坐到灯户这一站，一出门全都是哆啦 A 梦，它的车牌也是哆啦 A 梦，直上直下的电梯是任意门，车站里面也全都是哆啦 A 梦和他的朋友们，还有好多好多哆啦 A 梦的雕塑可以拍照，就连他出口刷票的机器都是粉色的，超可爱。一出站就有一个直达哆啦 A 梦博物馆的专属公交车。我们来了之后，按照网上有一些朋友的攻略，就先到3楼的餐厅取票，想着要等很久，结果完全不用怎么等，我们就先去看了一个电影，这个馆内一个特殊的电影，真的好可爱，而且它那一整集哆啦 A 梦就很有我们小的时候看的那种感觉。准备去看那个电影的时候，工作人员检查我们的票，打的这个豁是哆啦 A 梦的手，就是他那个圆圆的手，也是他的铃铛，好可爱。我有预感，我今天在博物馆的纪念品商店会失心疯买很多东西。它那边还有很多扭蛋机，我的天哪，我对哆啦 A 梦没有抵抗力。我的这个是哆啦 A 梦的一个盖浇饭，胖虎的炸猪排饭。哎，你看这边它用海苔做了一个胖虎，好可爱呀！特殊限定版的 cheesecake。我们吃完饭了，饭它好不好吃其实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它可以提供巨大的情绪价值。我刚吃的很开心。现在我们到了这个馆里的2层，有一个可以拍照的区域。对，它这边全都是超大的扭蛋机，旁边还有一个自己制作徽章的机器，它的那些图案什么都超级可爱。要我弄的话，我肯定不只会做一个，我会做10个。这边有一个装置，它特别有意思，开闪光灯拍的话，可以拍到彩虹，就特别可爱。这边还有大熊的家，是大熊的房间。果然地面很乱，全都是他的漫画书。哆啦 A 梦他住的那个壁橱好可爱呀！大熊和哆啦 A 梦每次做坏事的那个后院，妈妈在这边晾衣服，他们就在这边玩纸飞机啊，缩小灯把好多小朋友召唤过来。早上好，我们今天来浅草寺凑凑热闹，去完之后准备去个附近的猫猫神社，还有晴空塔。
哦天哪，今天是个周六，你看一下早上有多少人，人太多了。黄包车的人力车夫是个混血小哥，他用非常标准的中文问大家：你好，人力车要坐吗？这边真的太国际化了。好多来这边好像都是来求签的，早上来求个好运签，但我们两个不想凑这个热闹，就算了吧，进去看一眼就可以走了，这实在人太多了。我们到招财猫神社了，它叫金户神社。从浅草寺走过来，明显就感觉人流量骤减，那边就是人挤人，这边都是居民区，没什么人。好可爱哦，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只猫猫。我们从猫猫神社出来了，今天是提前预约了一个谢道乐的午餐，它晚餐实在是太贵了，随便一个套餐都1万多日币一个人，午餐就相对划算一些。我们刚才点了一个最贵的套餐，加税是5500，还点了一个相对平价的是3900多，可以对比一下便宜贵到底有什么区别，可能。我们中午吃完饭，本来下午想去武民公园的，但是我们买的电子票一定要去池袋的一个特殊的点去换。我们吃饭的地方离那边有点远，如果去换完票再去，就已经下午4点了，就玩不了什么东西，所以我们就把票退了。现在就到东京塔这边来拍拍照，这边机位很多，所以都很卷。只要来这儿发现人最多的那个路口或者某一个点，就是一个很经典的机位。我们今天来横滨逛一逛，第一站要来这边的面包超人博物馆。听说2、3楼都是小朋友玩的区域，而且要排队，我们就不上去了，就在1楼它的纪念品商店还有大人可以玩的地方逛一下。哇，现在要和门口的面包超人拍照，还要排队，好人气啊！我们快速的从面包超人博物馆出来了，东西都很可爱很可爱，简直就是小朋友钱包诱捕器。但人太多了，我们就不买了。现在坐横滨这边的什么未来线电车去中华街吃个烤肉。你在干嘛？你在干什么？请问，你是小朋友吗？我们吃完烤肉啦，烤肉特别好吃。现在来中华街逛一下，偶遇杨国福，超多人在排队。麻辣烫在日本这么红火吗？天哪！我看到有电视节目都在报道，我的妈呀，这个队已经至少有50米，好夸张啊！日本人吃得了这么辣吗？招牌全都是中文哎。我感觉回国了，就完全不像在日本。
华街出来了，人太多了，每一家店几乎都要排队，见到了在日本见过最多的汉字。我们到港口这边逛一下，就去它非常著名的红砖仓库。